大家好，欢迎你回到朗学院，我是 Cici。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弹琴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技巧，那就是如何给音进行分组。那么今天我们要用到的曲例呢，就是最近郎朗老师讲解到的一首门德尔松的无词歌。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很轻巧、很多跳音的、速度也比较快的曲子。那么这一类的曲子呢，并不好弹，因为我们要把它弹得像是很轻松、很云淡风轻的感觉。但是呢，事实上它又有很多的技术难点。那么我今天呢，就借着这首曲子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在我们弹这一类的技术难点的时候省力的诀窍。我们看到这个曲子里面有很多的跳音几乎是每一个音都跳，除了右手的这个上面的旋律，其余的音都是跳音。那么在这一类的曲子里面，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我们的手腕的动作太多，像这样，就是每一个音都做一个跳音的动作。当我的手腕有过多的这种上下的浮动的动作，很多的纵向的运动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弹法呢，会产生的第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速度弹得很快，达不到作曲家给我们的要求，就是 allegro 并且呢，还有 leggero，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快板，并且是一个很轻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弹很多的纵向的走向的话，纵向的走向意思就是说我每一个音都拆分成了一个独立的动作去完成，而不是一组，而是一个一个的。这样弹呢，首先是我没有办法弹得很快，其次是我会很容易弹得非常的笨拙，声音会比较的重，没有办法弹出很轻盈的状态。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琴上试一下，当你做很多的这种一个一个的这种上下的跳跃动作的时候，你是很难弹得非常的快并且轻巧的。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要改变纵向的思维，而是用一种横向的思维去弹。你可以看到，虽然我的手指尖有做这个跳音的动作，但是我的后面的这个手腕，包括手臂，甚至我的整个的上半身，它是一个横向的一个轨迹来运动，而并不是一个纵向的上下的轨迹来运动。所以呢，不论是从我们自己身体的感受上，包括从视觉上和听觉上，我们都感觉到这个音它是一组一组的来进行。比如这6个音算是一组，然后这4个音算是一组，而并不是一个一个音，1、2、3、4、5、6，1、2、3、4，并不是一个一个音的。我们要感觉它整个音是一组一组的来进行。可以先来慢练的感受。注意看我的整个这个手腕和手臂，有点像一个画圈的方式，画一个比较大的圈。然后呢，与此同时，我的身体，我的整个上半身也是在进行一个随着我们的手臂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来跟着一起动。
纵向的思维来弹这些跳音的时候，还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旋律线很难做得非常的连贯。你可以自己在琴上试一下，当我们的下面的这些声部有过多的这种上下的这种跳跃的动作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上方的这个旋律线就非常难做得很好听，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重音啊，或者很多的这种不是很流畅的断开的情况。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要用一种横向的思维，把我们的下面的这些跳音的音符来做一个音的分组，像这样。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在跟着这个音的高低来做一个像转圈一样的这样的动作，横向的。我的手指在哪里我的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就随着我手指的位置来进行一个摆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上面的这个旋律线就比较容易弹得更连一些。好，我们先来慢练感受一下。注意上方的旋律是连的，稍微的加一些踏板，不要太多。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下方的这个声部虽然是跳音，但是不要做太多这种纵向的，而是一组一组，这个是一组，然后这个是一组，注意这个地方，4个音一组过来，1、2、3、4，1、2、3、4，而不是1、2、3、4，靠我们的整个身体进行一个流畅的动作。几个重点要注意。首先呢，第一个，因为我们的跳音无法靠手腕的大幅度动作来做，所以呢，我们的手指尖要非常的牢固，非常的灵敏。